大家好，我是 Jason Mail。在先前的9分钟略懂系统设计面试这支影片当中，我们提到了如何设计具备可靠性、耐久性、可取得性、可扩充性的系统。然而，当我们实际要去建制、部署和维护这样的系统，还是会遇到不少现实的问题。传统上，系统需要多少个节点，我们就准备多少台电脑主机，把相对应的应用程式给部署上去。然而，其中的一大问题就是系统资源的分配不均与浪费。毕竟某些应用程式可能只需要少少的运算资源，却独占了整台机器。吃人够够！同时，当某几台机器挂点，又或者使用量超过系统负荷时，也都需要手动去进行检查维护。这林林总总杂七杂八的琐事，如果只是几台机器也就算了。然而，当规模持续扩大，同时需要部署或管理成千上万台机器和应用程式时，就会变得很混乱。整天光处理这些琐事就饱了，大概也不用做正事了。该做的事通通没有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Google 早年就在公司内部发展一套名为 Borg 的部署管理系统，把部署与管理应用程式的问题给虚拟化、自动化，同时也兼具系统资源的分配管理，以最低的成本使资料中心的系统资源利用率极大化，以因应各项网络服务需求的飞速成长。2014年 ，Google 将这套管理系统以 Kubernetes 为名开源出来，彻底颠覆了整个网络服务产业。Nice。根据 CNCF 2023年的年度调查，全球范围内有 84% 的企业正在使用或者评估使用 Kubernetes， 可见 Kubernetes 已经成为当前业界标准，也是许多 IT 从业人员的必修技能之一。哦，他很棒，他很棒，他很棒又很强。好东西不学吗？今天就让我用21分钟带你略懂这套强大的部署管理系统 Kubernetes。本列车开往个人心得，沿途停靠 Kubernetes 食物 Helm Jason Mail 祝您旅途愉快。Kubernetes 是希腊文舵手的意思，意味着引导一个个的货柜容器 container 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去。由于 Kubernetes 字母太多太绕口，也常被简称为 K8s 或者 KS。在 Kubernetes 的实体架构当中，许多机器会被组织成一个 cluster， 其中的每一台机器都会被视为 cluster 当中的一个 node。少部分的 node 负责调度和管理整个 cluster 的资源，我们称这类型的 node 为 control plane。其余的 node 则接收来自 control plane 的调度指令，用来实际运行应用程式。而在抽象概念上 ，cluster 就是一个虚拟的资料中心。这个资料中心有自己的内网，串联运行着应用程式的虚拟机器，透过虚拟的内网与虚拟的对外接口路由器，把外部流量导向相对应的虚拟机器去做处理，处理完再把结果回传。对于一个刚入门的新手来说，实体架构和抽象概念之间常会造成混淆，因此我们将以略微简化的方式，同时搭配实体架构与抽象概念去做说明。当我们想要在 cluster 当中部署应用程式，会先把应用程式包装成容器 container， 而这里的容器通常会选用 Docker， 接着把1到多个容器包装成 Kubernetes 的最小执行单位 pod， 然后再透过 control plane 去把 pod 部署到合适的 node 上面去运行。在抽象概念上， pod 可以被视为一台虚拟的电脑主机，所以当我们部署了一个 pod， 概念上就等同于在虚拟资料中心当中创建了一台虚拟主机。这个 pod 的资讯会被记录在 control plane 当中，而实际运行在 node 里面。我们可以单独部署一个 pod， 也可以利用 deployment 的机制，一次部署多个相同内容的 pod， 让系统可以做到动态水平扩充与自我修复的效果。同样的，这个 deployment 的资讯会被记录在 control plane 当中，而实际的 pod 则运行在 node 里面。一旦 pod 能顺利被运行起来，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打通 pod 与 pod 之间的网络连线。在 Kubernetes 的世界当中 ，cluster 内部有自己的内网，与外界隔绝。而当每个 pod 被创建起来时，都会被随机分配到一个内网动态 IP。由于这个动态 IP 难以掌控，因此我们会需要有个内部的虚拟路由器来作为 pod 的网络接口，为我们把内部流量导向对应的 pod。这种在 cluster 内网负责导流量到 pod 的虚拟路由器元件，我们称之为 service。同样的，这个 service 的资讯会被记录在 control plane 当中，与对应的 pod 或是 deployment 匹配。一旦 pod 之间能相互沟通，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打通 cluster 内部与外部的网络连线。这时我们就会需要有个对外的虚拟路由器来对接外部流量。这种对外的虚拟路由器我们称之为 ingress controller， 在实体 cluster 当中以 pod 的形式存在。如此一来，我们只要定义好 ingress 路由规则，由 cluster 外部来的请求就能通过 ingress 串接到 service， 最终进到 pod 进行处理，并将结果沿相反的路径回复给请求者。
以上的架构大致就足以满足基本的网络服务需求，而实务上，我们经常会把一些应用程式的参数以环境变数的形式给抽离出来，这样就不用为了要更改某几个参数，大费周章去全部重新打包部署。在 Kubernetes 当中，也有提供这样的抽离环境变数的元件可供利用，包含存放明码的 config map 以及存放密码的 secret。此外，即便在同一个 cluster 当中，也有可能会同时运行多个不同的专案。为了让专案之间能相互区隔， Kubernetes 也提供 namespace 元件来对不同专案做比较明确的切割和管理。而基于 pod 和 service 元件都一定会隶属于某个 namespace 的前提下， Kubernetes 也会为每个 service 和 pod 建立各自的 DNS record， 让 cluster 内部的应用程式之间能透过这套简单的 DNS 规则相互沟通。藉由以上的说明，我们就能大致理解，在实体架构当中，除了 pod 的实体运行在 node 之上，主要元件都记录与管理在 control plane 这个 Kubernetes 的大脑当中，包含元件与元件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主要也是在 control plane 进行。而抽象概念上，这些元件就像是存在于一个由 control plane 这个大脑所想象出来的虚拟资料中心当中，各司其职的负责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像真的有许多主机和路由器在这个不同维度的空间当中运行一样。This isn't real. What is real? How do you define real? If you're talking about what you can feel, what you can smell, what you can taste and see, then real is simply electrical signals interpreted by your brain.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进行实际操作，更进一步深刻体会与理解每一个元件以及相对应指令动作的意义。要创建一个 Kubernetes cluster， 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 Minikube。由于 Minikube 是基于 Docker 运行的，所以在跑 Minikube 之前，我们要事先装好 Docker。一切都就定位之后，执行 Minikube start， 一个本机端的 Kubernetes cluster 就跑起来了。在安装 Minikube 的同时， Kubernetes 的命令列工具 kubectl， 或者有人会念作 kubectl 或是 kubecontrol， 也会一并被安装起来。在一般使用情境下， kubectl 后面通常会接一些参数，包含要执行什么动作，要作用在什么类型的元件上，针对的元件名称，以及一些额外的参数。透过 kubectl get nodes， 我们知道这个刚创建起来的 cluster 只有一个名为 Minikube 的 node， 当下也只负责 control plane 的工作。透过 kubectl get namespaces， 我们知道系统预设创建了4个 namespaces。如果不特别指定的话， kubectl 执行的范围就会限定在 default namespace。透过 kubectl get paths， 我们知道目前在 default namespace 下没有任何 path。而当我们加上 -all namespaces 或是 -a， 就会列出所有 namespaces 下面的所有 paths。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出，在 kubesystem namespace 下面其实跑了许多 control plane 的 paths。而透过 kubectl get services -a，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系统建议的 services， 以此类推。大致熟悉 kubectl 的操作，同时了解 cluster 的初始状态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在这之上建构一个 demo 系统了。为了方便想象，我们后续都会从虚拟 cluster 的角度来做说明。首先，我们先把想象中的系统给勾勒出来，其中为求方便好懂，我们都简单使用元件缩写配合编号来命名。在这个 demo 系统当中，我们预计在2个 namespaces 之下，分别部署单独的 pod， 以及使用 deployment 来部署一群 pods， 并把各自的 service 给接起来，再以 ingress 来打通各自 cluster 外部的流量。同时也把各自的环境变数给抽离出来，把明码及密码分别存放在 config map 及 secret 中，以方便未来动态调整。为了 demo 效果，我们先准备一个特殊的 Docker image， 除了显示当前的 server 资讯，也显示3个环境变数，包含一个写死的环境变数，一个 config map 以及一个 secret 的值。同时，如果带入名为 URL 的 HTTP 参数的话，则会从当前的容器对 URL 指定的网址发送一个 HTTP request， 并把 HTTP response 给印出来。如此一来，我们就能透过这个机制观察和测试 cluster 内部 pod 与 pod 之间的沟通机制。我们以 Docker build 把它 build 起来， Docker run 把它跑起来，以浏览器实际测试过没问题之后，再用 Docker push 把它推到 Docker Hub 上面去，供后续部署使用。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打造我们所规划的 Kubernetes 环境了。在部署之前，我们先用 kubectl create namespace 指令，把 ns1 和 ns2 这2个 namespaces 创建起来。接着，我们也先把 config map 和 secret 准备好，以供后续 pod 和 deployment 引用。
Kubernetes 的元件都是以 YAML 格式来作为设定档 ，config map 相对单纯，基本格式直接到 Kubernetes 官网超范例来改就好。在此，我们把 username 这个变数给放进 YAML 设定档中，以 kubectl apply 建立之后，再以 kubectl get 来确认。Secret 也类似，一样到 Kubernetes 官网抄 YAML 范例来改。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值需要先经过 base64 encode，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神秘一点，实际还是能透过 base64 decode 来还原。这个是有点偷物质放屁了。这种世俗的话来评断这种严肃的事情，那倒也不必了哈。所以在此，我们把 password 这个变数给放进 YAML 设定档中，以 kubectl apply 建立之后，再以 kubectl get 来确认。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准备我们的应用程式了。要部署一个 pod， 设定档一样到 Kubernetes 官网抄范例来改就好。首先，把刚才准备好的 Docker image 给指定上去，并把3个环境变数分别填入相对应的值。由于之后我们预计会绑定一个 service， 所以这边需要在 metadata 里面指定 labels， 用来让 service 利用 selector 去绑定。接着，我们就可以利用 kubectl apply 来把这个 pod 部署到 NS1 的 namespace 上。执行过后，我们可以用 kubectl get 来确认状态。第一次部署通常会需要花点时间抓取 Docker image 下来执行。等到 status 变为 running， 就代表 pod 部署完成，正在运行当中。这时，我们可以进一步用 kubectl port forward 指令，把 PO1 的80 port 指向本机的8080 port， 以浏览器来测试看看，没问题就代表 PO1 部署成功。接着就来建立 PO1 的 service， 我们一样到 Kubernetes 官网抄范例来改。如同前面所提到的 ，service 主要会利用 selector 去绑定 pod 的 label。YAML 设定档准备好后，同样使用 kubectl apply 来部署，使用 kubectl get 来确认，也同样可以用 kubectl port forward 打通本机，以浏览器来做测试。相较于部署单一 pod，deployment 则可以一次部署多个相同内容的 pod。YAML 设定档一样可以到 Kubernetes 官网抄范例来改，其中 template 栏位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一个 pod 的设定，我们就从先前的 pod 设定档复制过来小改就好。YAML 设定档准备好后，同样使用 kubectl apply 来部署，使用 kubectl get 来确认。除了确认 deployment 的状态之外，也可以借由确认 pods 的状态，发现多了3个借由 deployment 部署出来的 pods。最后，也同样可以用 kubectl port forward 来测试，类似于 PO1 的 service，deploy1 的 service 也是大同小异。我们就直接进行部署，并且一样用 kubectl get 来确认一下，再以 kubectl port forward 来测试。pod 以及 deployment 和相对应的 service 都部署建立完成之后 ，cluster 内网的相互沟通就没问题了。然而，当我们想打通 cluster 内网与外部的连线，就需要再额外建立 ingress 路由规则。在这之前，如同前面概念所提到的，要建立 ingress 之前，我们需要先确定 cluster 内部跑的 ingress controller 作为执行网络封包路由的实际角色。在 Minikube 当中，要部署一个 ingress controller， 我们只要执行 Minikube add-ons enable ingress 就可以了。启动之后，我们以 kubectl get 来查看 ingress nginx namespace 的 pod， 就会发现 ingress controller 已经顺利跑起来，我们也就可以来建立 ingress 路由规则了。要准备 ingress 的 YAML 设定档，我们一样到 Kubernetes 官网抄范例来改，分别把路径 PO1 导向 PO1 SVC， 以及路径 deploy1 导向 deploy1 SVC。同样的，我们使用 kubectl apply 来部署，再使用 kubectl get 来确认。而为了去模拟 food.bar.com 这个假的 domain name， 我们要到 etc host 去把这个 domain name 给加上去，再来进行测试。同时，由于 Minikube 其实是以 Docker 的形式跑起来的 ，cluster 本身仍然被隔绝在 Docker 容器内部，因此我们还需要使用 Minikube tunnel 指令来将 Minikube 本身的 IP 串联到本机的 localhost。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使用模拟的 domain name 配合 ingress 定义的路径，一路连向预期的 pod。同时，我们也可以使用先前设计的 URL 参数传入相对应的 service URL 来测试 cluster 内部 pod 连向 deployment 以及 deployment 连向 pod 所得到的结果。到此为止 ，NS1 这个 namespace 下面的元件都已经建立完成。一样画葫芦，我们也可以把 NS2 这个 namespace 下面相对应的元件 YAML 设定档准备好，以 kubectl apply 依序建立起来。等2个 namespace 内的元件都建立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执行 Minikube tunnel 来进行跨 namespace 的连线测试。这时，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在跨 namespace 的情况下，直接使用 service name 是无法连线的。然而，只要在 service name 后面再加上 namespace， 或者遵循 Kubernetes 的 DNS 规则，使用整串完整的 domain name， 就能进行跨 namespace 的连线。以上，我们大致把 Kubernetes 常用的元件以及操作方式，透过建置一个假想的系统，完整呈现出来。
来，藉由这些基础元件的组合，我们就能在 Kubernetes 上打造出符合自身需求的系统，同时享有 Kubernetes 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然而，从以上的操作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光是要建立一套简单的系统，就需要牵扯许多的 Kubernetes 元件，而随着系统越来越复杂，所牵扯到的元件终将变得难以维护。为此，我们需要一个 package 管理系统，进一步将一整组元件打包成 package， 以整包 package 为单位进行部署或更新。如此一来，要建立一套系统，就不用去执行一大堆 kubectl apply 的指令，而是一个指令就全部搞定。接下来要介绍的 Helm 就是这样一套为 Kubernetes 而生的 package 管理系统。Helm 的英文是舵的意思，意味着协助舵手 Kubernetes 所不可或缺的工具。在 Helm 的世界里， package 被称为 Helm chart， 也就是航海图，意味着当我们把航海路线都事先定义好，舵手就只要无脑依照航海图去执行，就会抵达我们预想的目的地。而有了 Helm chart，一整组定义好的系统，就有办法以 package 的形式被分享和重复使用。接下来，我们就试着把刚才的 demo 打包成 Helm chart， 体会一下 Helm 的威力。首先，我们先安装好 Helm， 就可以使用 Helm create 来建立一个 demo chart。在 demo chart 当中 ，chart.yaml 定义了这个 chart 的主要资讯。templates 目录存放我们想打包的 Kubernetes 元件的 YAML 档，其中如果有需要抽离出来的变数，则集中放在 values.yaml 当中，以方便未来依照需求动态调整。至于 charts 目录，则用来存放其他相依的 charts。接着，我们把 templates 目录清空，再把先前其中一个 namespace 底下的元件放入 templates 目录当中，把档名当中的 ID 数字拿掉，同时也把所有元件当中的 ID 数字以及 deployment 的 replica 个数给抽离出来，统一定义在 values.yaml 当中。如此一来，我们就已经把刚才的系统打包成 Helm chart 了。其中，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把部分变数复写掉，就可以把要复写的变数和值做成一个独立的档案。这里我们准备一个 values-ns2.yaml 来为 ns2 这个 namespace 下面的元件复写 NSID 为2。打包完成后，我们可以使用 Helm template 来确定一下变数都有如预期的被安插进最终的 YAML 当中。同时，可以使用 --value 参数来指定我们刚刚准备好为 ns2 复写变数的档案，或是如果我们要复写的变数很单纯，其实也可以使用 --set 来直接指定。如此一来，有被复写的变数就会被复写过去，其余变数还是会去读 values.yaml 的值作为预设值。确定都没问题之后，就可以使用 Helm install 来进行实际的部署了。在部署之前，我们先重建2个 namespaces， 确保2个 namespaces 都处在一个干净的状态。然后我们以 Helm install 来部署这个 demo chart 到 ns1， 我们把它命名为 chart1。这时就可以用 kubectl get all 来确认元件都有顺利被建立起来。接着以复写变数的方式部署 demo chart 到 ns2， 我们把它命名为 chart2， 也同样可以用 kubectl get all 确定一下元件都有顺利被建立起来。最后打通 Minikube Tunnel， 实际测试一下功能，也都没有问题。就这样，我们先前花了许多功夫才建立起来的系统，透过 Helm chart 轻轻松松就搞定，就是这么简单。而除了打包成 Helm chart 一键安装的概念之外， Helm 也有版本控制的机制。接下来我们就实际来体验一下。先前我们在 values.yaml 给定的 replica 个数是3，当我们把它改成1，并以 Helm upgrade 进行更新时，就会发现 deployment path replica 数量确实变成1个。这时，以 Helm history 指令可以看到 chart1 这个 Helm chart 的历史更动记录。如果想要还原到上一个版本，可以使用 Helm rollback 指令来进行还原。这时我们可以发现 deployment path 数量变回3个，同时 Helm history 也可以看到这次 rollback 的还原记录。而除了还原上一版本之外， Helm rollback 也可以指定版本来进行还原。例如我们指定还原到第2版，也就是 path replica 数量是1的情况， deployment path 数量就又再次变回1个。而 Helm history 也一样会有这次 rollback 的还原记录。最后，我们再使用 Helm delete 指令来移除先前安装的 Helm chart， 并把 Minikube 所建立出来的 cluster 给删除，结束这次 demo。以上所有原始码的连结附在下方说明栏，供有需要的乡民朋友们参考。顺带一提，除了靠自己打包 Helm chart 之外，在公开的 Artifact Hub 上面，也有许多乡民们无私分享贡献的实用 Helm chart， 供大家直接套用，不妨可以多加利用。回顾整个近代科技发展史，从电晶体抽象到逻辑闸，以至于更复杂的机体电路；从机器语言抽象到组合语言，以至于高阶程式语言；从传统实体机器抽象到 VM 虚拟机器，
再抽象到容器化的 Docker， 进而发展出大规模协作管理机器与部署容器的 Kubernetes 以及 Helm。人们不断透过一层一层的技术堆叠，试图把复杂到不可控的东西给抽象化、模组化，而变为可控。然而，抽象并非毫无成本。除了额外的学习门槛之外，这些抽象化的解决方案往往是透过牺牲某些弹性与效率而换来的。也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抽象过后的解法不见得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例如，高阶程式语言虽然带来了更高的开发效率和可读性，但执行效率上往往不如低阶程式语言。所以，对于要求高效率的情境，我们通常还是会选用较低阶的程式语言去开发。同理 ，Kubernetes 虽然使我们省去了管理机器与部署应用程式的烦恼，但我们却也失去了一些对底层资源的控制权，以及部分为了维持抽象层所需的资源损耗，进而可能造成更高的营运成本。也因此，在评估解决方案时，还是得视情况而定。面对复杂的问题，抽象化的解法使我们更好掌控全局；而面对不复杂的问题，杀鸡焉用牛刀，低阶的解法往往才是有效率的好解法。总之，不管黑猫白猫，被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啊。阿坤，下一句是什么？哎，对对对对。